美国的一些防务专家指责中国拥有电磁脉冲炸弹，其效果呢很恐怖，一次攻击就能瘫痪美国，有这样的可能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家少。近日，美国国家和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的执行主任文森特·普莱声称，说中国已经拥有了电磁脉冲炸弹，只要对美国发动一次攻击，就能摧毁美国的电网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停电时间很可能会长达1年，最终呢将导致90%的美国人死亡。这恐怕有点过于耸人听闻了。那么，什么是电磁脉冲炸弹？它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其实能够导致电网大规模瘫痪的电磁脉冲武器啊，早就已经问世，而且最早使用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美国试验了一种带有核弹头的反卫星武器。这个反卫星武器在爆炸时会产生强烈的电磁脉冲，试验时导致夏威夷岛上的电力系统全部中断。当然，核武器在常规战争中是不允许使用的，特别是在2个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一般都要限制核武器的使用，甚至呢不允许使用。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产生强电磁脉冲呢？除了核电磁脉冲弹以外呢，其实呢，一些国家还开发出了常规的电磁脉冲炸弹。那么，这样的电磁炸弹，它的基本工作原理也是通过爆炸的方式来瞬间产生高强度的电磁脉冲。那么，这样的微波武器有可能对敌方的各种各样精密的电子设备产生强烈的杀伤和干扰作用，当然对电网也有影响。那么还有一种电磁脉冲武器，就跟雷达类似，它通过密集的发射电磁脉冲波，从而达到干扰敌方飞机、导弹、坦克、通讯系统、雷达系统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这几类电磁脉冲武器各有各的优点，可以在不同场合上使用，但是一般来讲，核电磁脉冲弹应该排除在外，因为人类不允许大规模的核冲突发生。那么这些美国专家所提到的能够让美国电网全部断电1年的这种所谓的核电磁脉冲武器呢，其实呢目前还不存在。但是有另外一种武器系统，却可以对敌方的电网产生重大的影响，让它长时间的断电，那就是碳纤维炸弹，也叫石墨炸弹。可能这些美国专家呢，把石墨炸弹也认为是电磁脉冲武器的一种了，这恐怕在概念上他们搞错了。那么，石墨炸弹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系统呢？它里面呢装有若干个罐装的碳纤维丝，碳纤维丝的直径很细，只有0.0几毫米，引爆后散布在空中，下落在电网上就会使整个电网瘫痪，搭在电线上，让其短路，产生电弧，就会严重的破坏供电线路，最终呢导致电网瘫痪，引起大范围内的停电。而且一旦发现这个情况，你处理起来还非常麻烦。你怎么能够及时的把搭在电网上的非常细的这些碳纤维丝清理得干干净净呢？如果清理得不干净，你就算修好了，一通电马上就跳闸。这样的武器系统实际上也是美军最早研发成功并且使用的。美国空军曾经使用石墨炸弹对伊拉克南联盟的电网进行过攻击。比如说1999年，他们用石墨炸弹造成了南联盟全国90%的地区断电。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这些美国专家所提到的电磁脉冲炸弹或者是石墨炸弹呢？
当然是有的。我们与美国一样，也在开发这类的武器，因为最好的防卫就是进攻。你有这样的手段，我也有这样的手段，就让你不敢轻易的使用。那么，为什么中国拥有了与美国同样类型的武器系统之后呢，美国的国土安全主任就会强调说美国处于更脆弱的地位呢？一方面，这位国土安全主任是在渲染中国威胁论，因为这样的论调在美国政治高层中呢也算是政治正确了。实际上，中美两国相距这么远，如果非要用洲际弹道导弹发起相互的攻击，估计核大战也就开始了，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常规的电磁脉冲炸弹了。另一方面呢，普莱先生的意图还是要警示美国，说美国的电力系统年久失修，非常脆弱，很容易遭到电磁脉冲炸弹的攻击，从而导致电网断电。这个呢是有先例的。今年2月份，美国德克萨斯州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停电事故。当然，这个停电事故不是因为遭到电磁脉冲炸弹的攻击，而是因为下了大雪了，天气太寒冷，它的发电设施、输电设施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该州长时间的停电。而拜登政府当时呢，又没有能力及时处理相关的问题，那他是怎么指责俄罗斯造成这次事故呢？他认为是黑客的行动。当然，俄罗斯政府呢当即给予了否认。美国今年2月的断电事故，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现在整个电力网络的架构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本质上还是没有进行统一的规划，以及呢没有建立相应的应急措施。德克萨斯州的电网和整个美国电网当时呢是不能够连通的。德州的电网瘫痪了，其他州的电网不能够向它提供相应的帮助。可以这么讲，中美之间发生电磁脉冲弹相互攻击的可能性相当的低。但是中国的电网技术水平更高，因此抗打击的能力肯定也要强于美国。一个社会的经济越发达，理论上讲呢，应该技术水平也越高。但是美国就很奇葩，尽管它的经济总量全球第一，但是它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漏洞和薄弱环节。而中国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呢，越来越明显。而美国现在的社会制度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普莱先生炒作中国威胁论，恐怕是另有意图。美国要想和中国竞争，恐怕最重要的不是发展什么武器，而是学会怎么修路、修高铁、修电网。否则，一旦被恐怖分子和黑客打到了他的短板，那么停电几个月的灾难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